你犹豫的，他们经历过；你向往的，他们正创造。他的下一章，每一期带你进入一个新行业。欢迎回到他的下一章，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期节目。首先，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感谢大家在过去1年里对我们播客的喜爱和陪伴。我们能坚持更新高质量的节目，是离不开大家的正能量反馈的。我也祝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要聊的行业也正是播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文播客界育儿赛道的头牌节目《头回当妈》的主播之一 Emma。没错，头回当妈在去年获得了 CPA 中文播客情感关系类年度播客的大奖。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行业壁垒有多难突破，短视频播客赛道都被名人和品牌控场，素人起号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成就真是很不容易。Emma 作为主播之一，本人的履历也非常精彩，她曾有15年的金融从业经验，现在更是一位创业人，是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的 CFO。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她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以素人身份开启播客之路的。在这期节目里，我们会深入探讨头回当妈的破局点，他们是如何从单纯的育儿经验分享，成功拓宽到让无数女性共鸣的 Girls Deep Talk。 在2年多的时间里积累了3万多忠实的听众。而对于 Emma 本人来说，又是如何在高压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中，靠着爱与信念坚持高质量的持续输出。是的，信念感真的非常重要。无论你是想了解播客行业的幕后故事，还是正在寻找平衡多重角色的力量，相信 Emma 的分享都会带给你启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吧。欢迎来到她的下一章，今天我们请到头回当妈播客的主播之一 Emma。欢迎 Emma。 欢迎 Emma。 我们知道头回当妈是这个育儿赛道的播客的头牌节目，不敢当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这个播客界的 OG 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布布和 Layla 的邀请。大家好，我是 Emma。 我现在呢是在一家 MedTech 的创业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但同时呢我也是我们头回当妈播客节目的3位主播之一，非常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做你们节目的嘉宾。谢谢。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环节，快问快答。 Emm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星座和 MBTI？ 非常惭愧，我不知道我的 MBTI 是什么，可能我年龄比较大了，就都没有进入这个测自己。这个我觉得播客就是每一个都在聊的，你们真的很特别。我们播客的介绍 show notes 里边3个主播的简介里，就是好像只有猫姐写了自己的 MBTI，然后其他我们都只写了自己的星座。星座我是知道的，我是天蝎座。Emma 你是哪里人？现在住在哪里呢？我是北京人，但是我是10几年前就搬来了香港工作和定居，所以现在待在香港已经超过了我人生1/4的时间。你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吗？好的，那我是已婚已育，现在是一个5岁半男孩的妈妈，只有1个小朋友。太厉害了，又有小朋友又要管家，然后你还有一个主职的工作。等一下我们会再聊一下你怎么兼顾所有的这些角色。请问一下你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在哪些公司或者行业工作过呢？我是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同一个专业，就是会计，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严谨并且会计加1，我也是非常 boring 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直接加入了一个国有银行，然后工作了15年，但是我是头5年在北京的总部，然后外派到了香港，之后在这家金融机构香港的子行工作了10年的时间。然后去年呢，我是离开了体制，加入了一个总部在美国的生物医药的创业公司，目前是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融资。由于是创业哈，所以其实除了融资啊、财务啊，其他的我们也会干一点，大家都是身兼数职这样子。哇，你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我觉得 Emma 有点谦虚啊，其实你的 title 就是大家熟知的 CFO 嘛。对，是的是的。
那艾玛，我们现在想要仔细的聊一下播客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都是在香港的做播客的，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中文播客的世界，大部分都还是主持人、主播，或者是本来就是一些名人做的播客。头回当妈算是非常少的，没有任何的行业背景，纯素人开始做的播客，而且我的了解是你们3位其实都还有主持工作。那你觉得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吸引到这么大量的听众，你们的破局点或者是说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是第一次咱们吃饭的时候听到你们提到说就是我们是素人做播客这个概念，坦白说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做头回当妈的时候呢，是在差不多2年半以前，当时这个行业的竞争我觉得并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行业生态就是现在你会看到各种大 V， 各种已经是知名的主持人了进入这个赛道，或者是已经做节目一段时间了而且行业头部基本上比如说100万以上粉丝的都是名人做的播客，或者是品牌做的播客。但是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子的。虽然英文播客已经是一项非常非常成熟的 business 了，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小宇宙虽然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这个播客平台之一，但当时小宇宙自己还处于创业阶段，甚至是现在小宇宙上这个商业化平台追光，在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是我们做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平台的通知说他们即将开通这个商业化的窗口，叫做追光，要开始做。所以其实当时小宇宙本身也是一个起步正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是哪一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第一期节目是2023年的7月，而且我们是做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发现平台有商业化的机会了，然后之前的一些商业化的合作都是通过微信 off 平台来找到我们的，就跟现在的生态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就说回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积累了一些听众我觉得所谓的破局点一共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呢，系统性的聊新手的爸妈面临哪些挑战和经验的内容本身呢并不是特别多，就是大家作为新手爸妈，即便现在说网络信息特别的发达，而且呢有很多很多的育儿书，但是育儿本身是一项你每天都要持续做，而且每天都有新挑战的一个工作，尤其是对新手爸妈来讲。所以其实你非常难从你身边的环境里，比如你的同事你的长辈朋友里，因为有时候朋友可能跟你处于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你很难说从一个渠道那里就可以去找到这个阶段大部分问题的答案。而且就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想要找到答案，而只是你想听一听别人也经历过这些困惑和挣扎。那我们的节目其实最初的选题基本上就是 cover 从怀孕到宝宝出生0到3岁这个阶段的一些内容，而且是比较密集的，就是录制了这些内容。所以当时我觉得有这些选题呢，首先我们也不是刻意为之，因为正好我们的人生阶段就是在这个时段里边，所以我们最开始就是发起人是喘妹嘛，她是最早找到了我和猫姐想一起做这个播客，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闺蜜群，大家就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了，最开始网友。对，你们在你们的节目中说你们都认识10多年了。对，但是我们是从网友已经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但我们这个微信群里在开启这个播客的时候呢，只有我们3个是有小朋友的。然后我的宝宝当时是最大的，就是当时录节目的时候考拉是3岁嘛，然后喘妹的宝宝最小，猫姐的宝宝是中间。其实喘妹当时就说正好我有一些问题就想找你们去聊，你们当时是怎么经历的，反正咱们也要聊，不如咱们就把这个做成一个节目。所以其实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是想法说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如果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大家能从里边找到一些共鸣，然后互相打气，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破局点。而且当时呢不像现在你在小红书上你去搜索说如何从零开始做播客，其实有无数的帖子，无论是设备上你应该怎么准备，内容上怎么准备，有哪些工具你可以用。其实在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想参考，可能都要是从英文播客那边去汲取一些经验，因为当时好像
咱们国内的那个播客的业态还没有非常的多样和成熟，大家也都是在一个尝试的阶段。对，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想要经验都是像你讲的，不然是在妈妈群里，不然是周围的长辈，对，或者是说英文播客。就是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开车呀或者在路上通勤也是听英文播客，但是中文播客这个题材真的是很少。没错，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了解说英文播客就不光是育儿内容哈，就是之所以了解有播客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新冠。当时呢很多这种叫什么社交啊跟大家去接触的可能性都没有了，然后就发现其实就跟听听广播一样。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可以在 podcast 上去听一些主题。所以呢当时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感觉就是也不能说荒野上吧，但是反正就是你有大把的可能性然后很多的空间去尝试。但是呢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每一步都是自己摸索，其实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比如说我们头几期节目从头到尾都有不间断的背景音乐。这个我们也经历过。是的，出发点是觉得有音乐会更有意思嘛，然后而你听的没有那么闷。但是后面听友就是说哎呀我真的一直在尝试从这个背景音里去抓取你们的内容，说真的特别闹心。其实你之前提过这一点的时候，我有专门回去听你们那几期节目。其实背景音乐的音量还是挺小的，就是并不影响这个听感。对，但是每个人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对，然后后面我们是慢慢摸索说你可以中间穿插一些音乐，但是当你们进入主题的时候就是可以不需要背景音乐了。哪怕这一小步也是当时尝试然后碰壁之后再改善的。还有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期节目是喘妹剪的嘛，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经验，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就是自己慢慢试着来。第一期节目应该是剪了4天，后面比如剪4天到剪1天或者就剪几个小时，其实这个过程也是积累量变到质变。传媒就说他有一次刚剪完某一期节目，然后我们看到了关于背景音乐的反馈，传媒说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个音乐剔除掉，但是如果我要再来一遍呢，这期节目可能就发不出来。对，有时候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的。没错没错，是的，当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过各种开头，我们开头可能已经改了5次还是6次了，然后最近又在改结尾，就是要音乐还是不要音乐，然后渐变的没有音乐还是突然没有音乐，像做 PPT 一样。是的是的，摸索中前进。对，然后我觉得除了是内容上当时算是比较系统性的梳理了育儿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当时播客在咱们国内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吧。第二点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赖于平台本身对新节目的扶持，就是小宇宙。我们其实当时在小宇宙1万粉丝订阅，特别节目里也提到我们就是刚做节目不久就进入了他们的新星榜。还有呢就是有几期节目进入了小宇宙叫播客寻宝的一个榜单，就是小宇宙的编辑推荐的。对，没错。后面就有很多粉丝跟我们讲，他们最开始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是点进来第一次听，就是因为在榜单里看到了我们，然后说觉得你们播客的标题还有就是点进来看了看内容，也正好是我想听的，然后从此就变成了我们的粉丝。所以其实我感觉小宇宙现在也是炙手可热的播客社区了哈。是的，它这个社区的形成就很像创业公司的那种孵化机构，就是没有平台的扶持，其实你是非常难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人看到的，就更别提说你想在做节目的初期就能积累一定的粉丝群体，所以是非常有赖于社区的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最开始做播客也是有非常大的挑战，但这个挑战就不是说你有没有专业团队呀，或者说是你有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这都还是其次。最难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持续的输出。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播客啦，我之前看小红书上的很多这种博主，他也是说你做几期内容有亮点有人喜欢看，其实都不一定是最难的事情，而是你持续的可以有质量的输出，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是的是的，我觉得你刚刚总结的这2点特别的好。第一个就是你找到了这个赛道，然后又是个你们特别有兴趣然后特别符合你自己生活的。第二个是这个平台的支持，
你说输出这件事情我们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就是你们现在是3个妈妈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其实并不会采访任何的嘉宾，那就是说你所有的话题，你想聊的东西，你的输出都是源于你们3个自己本来想要聊的东西。你们的话题就是怎么保证它一直都有新鲜的东西，它是不会枯竭的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有一个 live 的文档，里边就会有我们已经做过的选题，还有就后续储备的选题，但是有一些就只是一个题目，或者就是一些 bullet points。然后想完了，那如果这些都聊完了，那怎么办？而且呢，因为我们最开始是一个育儿类的节目嘛，所以可想而知，比如说0到3岁涉及到育儿的一些实操型经验分享的话题，你肯定是会有聊完的一天的。那怎么办？那到时候聊完了你也不能炒冷饭，对吧？举个例子，比如我聊小朋友的绘本，我可能这一期聊了比如说10几个绘本是我们推荐的，我不可能说隔了1年我再聊一期然后加一下书单。其实这种的话，我觉得你的输出的内容就不再具备这个活力。说明你们还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博主，就是我们可能是一开始还是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它可能不像你工作哈，就我一定要 hit 什么 milestone 啊，或者我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是我们在开始尝试了几期之后，还是希望能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我觉得有这个想坚持的想法，第一是我们3个也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就觉得3个人一起聊天本来就非常治愈，尤其是在聊一些育儿的困扰还有挑战，在我们分享的过程之中，我们本身也得到了彼此的能量和滋养，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坚持下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关于选题上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无心插柳但是效果很好的案例。我们现在一共做了80几期了，我们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新的尝试。那当时有一期呢，我们就是读到了一个外刊的文章，就聊到说现在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小朋友的屏幕时间，但是你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屏幕时间。这个观点非常好。然后因为我当时看完那篇文章呢，就觉得自己被疯狂打脸，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关注宝宝每天，比如说你用 iPad 呀，或者是上网课之后比如玩一小会儿电子设备多久，但是我对自己的屏幕时间完全没有概念。虽然 Instagram 也好抖音我都不怎么刷，但是我就没有从这个观点出发去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呢，我就说我们要不要聊一聊这个选题，就是它虽然是跟育儿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它更多的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结果那一期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我有听你们那一期，非常的受到启发。然后当时这一期给到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向，就是无论是读书也好，或者是比如说看了什么纪录片，或者是在网上读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有能汲取到一些灵感，结合我们的思考，当然如果能和育儿结合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本身就是作为我们日常的观察和这个思考，其实也可以做出我们的特色。然后所以在这个手机这个比较火的一期之后呢，我们隔了一段时间就尝试了这个多巴胺断舍离这一期，也是因为我们当时看到一篇文章就提到现代人对这种廉价的多巴胺成瘾，就比如说你刷抖音，是的，这也是成瘾。Screen time 就是看手机本身就是成瘾，没错。还有就比如说你可能是很喜欢吃垃圾食品，背后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可以有意识的远离这种廉价多巴胺？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在群里就讨论说，咱们要不要做这一期？因为这一期真的是好像跟育儿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虽然可能有一部分能提到一点点，但是我们要不要尝试？但我们3个就属于那种对尝试新事物都是持特别开放的态度，就说好呀，咱们就聊一聊各自不同的观点。结果那一期就非常荣幸被小宇宙选进了编辑精选，这个是小宇宙的最高荣誉吧。是的，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在日本旅行，然后我有时候早上在去买咖啡的路上，我会点开我们的节目看一看，比如新的留言呀，或者是比如说今天的播放量如何，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时候都是在通勤的时间
是一个播放量的高峰，因为很多听友也说他们会在开车的时候，对，或者是坐地铁去上班的路上会听我们的节目。结果我那天一点开，应该是早上7点多吧，就在线有300家人在收听，然后我当时本来还有点困，天降流量了然后我一下子吓醒，我说发生什么，还以为系统出问题了然后等我定睛一看，真的是300家的在线收听，我就赶快截屏发到我们3个主播的群里，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后面我们就发现是进了编辑精选，之后这期节目也有长尾效应，所以就有非常多原本不是我们粉丝群体的人通过这一期节目了解到了我们。而且当时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播猫姐，她的侄女儿是在读高中，她当时看到这期节目的标题，她就觉得很感兴趣，她后面就来听了这期节目，之后给到我们的反馈就是说这一期其实打破了他对我们节目的固有印象，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育儿播客嘛，所以他作为一个高中生其实跟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是的是的。但是那一期节目呢，就不光是这个高中的小妹妹，包括有一些大学生都是通过这个节目然后接触到了我们，然后这期节目加上手机的那一期就给了我们新的灵感，对，就发现说原来我们也还可以尝试叫 Girls Deep Talk， 就这个还是我们的粉丝给我们起的，我们说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因为其实如果是对一些有意思的话题结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我们的思考去输出，这个选题就变成源源不绝的了，因为它就跳出了我们本身只聊育儿只聊就是母婴相关的这么一个局限，而是说未来你有非常多开放性的话题你都可以去尝试。对，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不发愁吧，但是就觉得其实选题的来源就多了很多。是的，只要是你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或者是你阅读到的，你体会到的，其实都可以作为你的素材，然后整理起来做一个选题。这个我深有同感，然后我也想分享2个点啊，就是给可能收听的有一些自己也在做播客的听众。我们也有一个栏目叫茶话会，就跟 Girls Deep Talk 很像。我们当时有一个自己非常想聊的话题，就是低能量。然后那个时候是 Lila 的一个想法，因为 Lila 其实是一个脑力非常非常强大，但是呢体力上他就觉得自己社交上非常低能量，就不想要做很多社会一定要大家做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有很强的这个冲动想要聊这个，但是这个其实跟我们播客的主题就是聊女性行业然后转型这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又是一个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莱拉就有一个很强的观点是说，为什么低能量的人一定要改变自己去变成一个高能量，其实在低能量的这个状态下他是可以非常高效的完成自己的生活，而且让自己很舒适的一个状态，就跟你们多巴胺的这个经验非常像。然后这一期一直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因为其实低能量的大家终于被看到了。对，而且可能我们当时的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教你怎么变成高能量，而是你就做自己。所以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你觉得受众并不是你现在想的这个群体，但是你是有一个可以帮到大家然后非常强烈很有信念感的一个观点，就是可以讲，这样可以让你更多的题材。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聊天模式是3人采访，我们有一阵也是觉得如果这个没有新的采访对象了，或者所有的行业我们都聊完了，那怎么办？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信念感的问题，你自己相信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你聊的话题也是真的可以帮到听众的情况下，就是会有突然冒出来的对朋友推荐的朋友，嘉宾推荐的嘉宾，就是会取之不尽的一直有新的话题可以聊。我特别同意这一点，而且就是我记得我们能认识彼此就是因为 Lila 听了我们的一期节目是关于 Alpha School。 对，就是说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宇宙的这个能量就会和你跟你法则，对，跟你一起共振。当时 Lila 就给我留言，因为他说他应该是刚听完我们 reference 的那一期英文的播客，然后呢 Lila 应该是想听一听看中文播客里有没有人聊这一期，然后当时就发现应该只有我们当时聊的这个话题。对，其实我关注头会当妈很久了，但是因为我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就是6岁了，
已经过了屎尿屁那个阶段，所以可能你们之前那些大部分实操性的话题呢，对我来讲再听一遍是痛苦。对，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但是你们其他话题我都听了，然后特别是 Alpha School 这一期，因为当时我听完英文播客以后，给我一个深深的震撼，就是学校还可以这样子教学。然后很快你们的节目就出来了，就很欣慰，哇，中文节目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而且你们讨论的很深度嘛。因为我们当时做那一期的功课做了非常久，因为你也知道那个 Alpha School 本身就是他采访这个 principal 的那一期播客好像3个小时吧。对，很长很长，非常长。我们是花了很久的时间去听，然后做笔记，也找到了他当时这一期播客节目的 script， 就是他是有一个原文的分享，里边提到了很多内容，我们也有去看参考的一些文章和节目，然后我觉得比写毕业论文的那个认真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完成直到播放的时候，我们感觉每个人都蜕了一层皮。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兴趣和热爱，你要写毕业论文是一个完成工作，没错，你要完成这个任务，你把它做完了就好了，所以你会觉得是痛苦的。但是你们自己做这个选题，然后自己去做 research 做调查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没错，然后最后出来的内容也就真的很好。对，而且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领域就是在金融机构的这10几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跟政策、跟监管的条文，然后你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条框框的。但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它给了你非常大的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是这种创造的快乐。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没有办法代表猫姐和传媒哈，但我觉得有一点很确定的就是我们3个都从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创造的快乐，就哪怕说你在思考这个选题，然后形成大纲，大家再去录制啊剪辑啊的过程肯定是会有很辛苦很疲惫的时候的，因为我们有正职的工作，然后越往后你录节目，如果录一些这种 deep talk 其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就是你最终把它完成，然后放到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这些平台上，交到听友的手里的时候，然后你得到的反馈，无论是积极的还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的这个成就感和这种快乐其实是非常非常无与伦比的，就比你工作中得到那个成就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播客很值得去尝试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也会发现就是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个。就是我认识 Laila 也10几年嘛，她一直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理智数学系的大学霸走到今天。但是从我们做播客开始，Laila 才讲其实以前她是想要做音乐，就想要唱歌选秀的曾经有过这个想法。然后我也是，我是一直在就是一个500强公司做高管到现在的，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分享，我其实以前想要写书，想当作家。我也是我也想当作家，都是有创作梦想的这个文艺青年。做播客这件事情，一个是你可以有一些观点，你把你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可以分享出去，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己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自己的主体性，就是你曾经小时候的那个梦想，没错，会突然一下被你再次发现，就是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以前想做什么了。很多年以来，就是你是在工作嘛，你有 KPI， 然后你拿奖金，就是在这个渠道上面走，就像你讲的有很多的监管，你要做的事情，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这个状态。但是播客就是会把你内心最真挚的那种热情给挖出来，没错，这个特别珍贵。我之前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让我特别特别有共鸣，他就说其实每个人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最应该做的是你要学会感知命运，而不是跟着社会的剧本走。因为可能我们比如之前无论是做金融啊，或者你在500强公司，包括我自己在体制内工作，就是你有一个社会的剧本嘛，就是你应该是这样做才可以实现到这个目标，其实是很社会化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呢，尤其是你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就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就像是你找回了你以前年少时候的这个梦想，就发现原来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去实现自我。
当然啊，有一些人他可能做博主或者做播客，他也是希望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也并不矛盾。但是可能对我们而言，更多的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途径。尤其是当你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有共鸣，而且因为播客我们也认识到新的朋友，然后打开了平行宇宙。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对，我们深有同感，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是采访嘉宾嘛，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完全打开了金融世界之外的所有各行各业领域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看起来平常是非常不一样的人，真的聊起来又会有很多的共鸣，然后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你所有的这种 vibe，然后整个人想法一样的，你最后是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而且我之前有看一个博主分享，就说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短视频是一个你变现非常快的渠道，但是播客就是一个长期主义。没错，你播客一般都是要靠积累很多很多年以后，你才开始有一些收入，而且可能你的这个收入还，特别是在中文播客的世界啊，收入并不到像英文的那种我就可以作为这个是主业，就是你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但是大家很多的人在这个赛道，就是因为你得到的价值感不只是金钱，而是你跟实实在在的一个自我发现，或者是你的一个自我价值的确认。没错，我不是前阵子去上海参加 CPA 中文播客社区的活动嘛，然后他们其实是有发布一个中文播客行业的白皮书的。那在这个活动里，他们就有分享一些行业的观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过他们的调研，目前中文播客界 50% 以上的播客主都是亏损的都是为爱发电。我当时赶快把这个拍下来发到我们3个的群里。但是换句话说，我感觉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播客本身的成本，就是素人来做，你也可以几乎零成本或者是非常低成本就可以开始尝试，这个也是特别新手友好的一点。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我们目前做了2年半多，我们头2年都没有任何设备，除了自己本身就在用的手机，既没有工作室，也没有专业的麦克风，也没有外包剪辑，全都是就靠我们3个和3台手机。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团队，也不用再请人。对，但是其实呢，虽然金钱上好像没有什么成本，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持续的输出，然后把这个播客做成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你是有很多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的，而且你需要有这个 commitment，除非你只是说我就是做一下玩一玩。当你做了可能比如头10期做到20期，你可能慢慢就要开始去规划，我后面要不要打开一些比如说新的选题的方向，然后呢我每年在哪个时段应该输出什么样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3个其实在半年前就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yearly calendar， 你知道吗？圣诞节的时候讲圣诞，春节要讲春节，是吗？就或者是说开学季你要提前多久，比如说准备一些相关的内容，或者是说你的主线和你的副线的选题比例怎么样，频率如何，你都还是要去思考。但是我们每次就聊到一半，后面就还是去忙自己的主业。所以我这要爆料一下，就是前阵子我有个好朋友问我，他说你们一般储备几期节目？我说我们没有库存我们是零库存，录一期放一期。他说不可能吧，他说你们都做了2年半了，都还没有库存吗？但是我们其实整体的更新频率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就全靠这个意志力和信念每次录完就快速剪辑，然后确保可以尽快上线。你们还是很有效率的。像我跟布布，我们现在是双周更，但是比如说遇到寒暑假这种节假日，我们会攒2到3期因为可能假期就没有时间录新的节目也是对。我们2个以前形容过，我们的播客的进度就像是义乌的小商贩，我们会有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是在进货，就是我们会集中的就是去勾兑嘉宾，然后把它都录好备采好，
然后呢，我们大概囤了一些内容以后，我们两个就在家里躺一下，然后现在就慢慢剪辑啊。然后呢，到了每2周的时候又开始出货，就是一期一期的出，然后等看库存快没有了，然后又去进货。这个很好呀，周期性管理。对对对，我们两个就是比较 project management。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点也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你之前在工作领域获得的一些技能。其实在你自己做播客的时候都可以应用到。是的，比如说你的项目管理，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聊天说到，因为我跟喘妹都是千年乙方嘛，所以呢我们在去聊商务合作的时候就非常能体会甲方的要求包括怎么样去管理对方的预期呀，怎么样去谈一些条款，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年的乙方，所以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就是你在工作中学习到的技能，到了这个领域也可以完美的应用，就还挺有意思的。是的，人家都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我们也是这个感觉。像我之前也是会计出身，然后就有很多这种数据啊，然后 Lila 的金融背景，我们当时给甲方做报价做方案的时候很专业，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自己有几万粉了的感觉。对，半个小时以内，然后哇怎么谈判就全部都出来。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做，你很多的技能你已经在这10几年20几年的过程中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错，炉火纯青。说到那个商业合作的谈判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呢甲方会给你一个比如说合约啊，然后或者是协议哈，然后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认真的把条款改得非常保护我们自己，尤其是知识产权这一块。比如说可能你会 license out 你的这个节目给到甲方的内容，比如说是什么样的期限，如果之后甲方还想延期，比如说我们之前授权6个月，对吧，你可以用这期节目所有的比如什么金句啊，包括一些内容的这种 highlight， 但之后比如有的甲方他会要求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延3个月呀，可能为了出于合作你可能就会同意了嘛。但是因为我们之前谈过非常多类似的条款，我们就会快速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然后我们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甲方就说其实是因为有其他的渠道的播主就是给到的这个时间会比我们授权的长，所以我们就只是想对齐一下。然后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再考虑，如果要是再延长授权，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就是 compensation 方面的要求，因为也会怕影响到之后比如有一些同类型的赞助商，如果他有一些排进的需要，他可能也会考虑你现在还挂着与其他的品牌的合作。所以其实这些就真的是跟你以前工作上练到的这些技能是相关的，你就会发现最后谈判也很顺利，对方也觉得你的要求非常的合理，所以其实当时就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可能比你在工作中谈成的这个条款更加有成就感，因为这个播客是你自己的生意嘛。对，是的。那我想问，现在很多人都是做斜杠青年，你们3个也都是兼职做播客，虽然刚刚聊到就是有很多工作的经验是可以用上的，但是你又是妈妈，又是职场人，又是播客主，你怎么平衡在很多时间管理上啊或者精力上的冲突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有3个人嘛，所以我们3个人本身要做好整体的预期管理。我们的节目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周更的节目，因为我们主要是 cover 一些育儿上实操和经验的分享，所以其实当时内容的产出是可以频率比较高，质量也相对会比较高的，因为都是我们新鲜出炉的经验。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到我们开始尝试 Goals Deep Talk 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准备的时间就会比实操类的内容需要的时间更久，因为你不光是需要定选题、写大纲，你更需要这个 mental space， 你需要去采风，你要从生活中去吸取一些灵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选题准备好。那好就好在说我们是3个人嘛，就比如说我想到这个选题，然后我去组织内容的时候呢，如果跟下一期的时间表不匹配，那我们其他人就会补上。所以其实我们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比较定期的更新。但是我们目前呢也不是一个周更的节目啦，我们的频率大概是1个月2到3期。那如果遇到一些大的假期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就适当的休息一下，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思考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宁愿多花费一些时间去准备去构思，而不是说只是为了交货而产出节目，所以就大家都有一个预期管理上的共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副业，但是我们又很认真的想把它做好，所以我们3个人都有一个 commitment， 就是你从心里要认同我们3个都想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是有时差的嘛，我是在香港，然后其中一个主播是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罗马，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录节目的时间都是香港和北京时间的晚上，那有的时候是晚上7点半8点开始，一直录到接近半夜，所以也是靠爱和信念发电，真的很不容易，你还有小孩在家，所以就是也非常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比如举个例子，就今年的中秋节晚上，因为当时我们是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时间，我们3个要录节目，而且我们当时有尝试就是想录那个视频播客嘛，所以那一天晚上只能错过了小朋友和他特别好朋友的一个就是中秋的一起散步，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千里共婵娟就是我们3个主播婵娟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信念感，就刚才咱们也有聊到，我们有一个势必完成的决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会排除万难，无论是说工作上，比如说我们3个都需要经常出差，前2天我们还聊，现在出差我们都会自动带上麦克风，就确保说如果有时间了碰上了，随时都有设备拿出来就可以录节目。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就是我的2个主播好朋友，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嘛，我们有一个信任的这个基础在，而且因为我们3个人做事情的风格也都是，如果我们认定要做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努力把它做好，所以我们是非常互补，也非常支持对方的。所以呢你也会非常放心，如果这段时间我很忙，你会知道你的伙伴一定会顶上，就我们是有这个信任在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些比如素人想尝试做播客，你要找合伙人的时候也一定是要选对伙伴，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这个起步和后续的发展就会更顺利一些，而不是说做到一半对方就撂挑子或者说就是你一个人自己在强撑，那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很难持续。找对伙伴很重要。对，我知道有几个算是头部的主播，就是2个或者3个主播合作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主播之间的矛盾，节目就解散了，对，或者是改名了、易主了。所以我觉得很同意你说的，就是首先你们3个人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有足够的 commitment， 这个事情才能做下去。但你刚才也说你们3个人是在3个不同的地方，香港、北京、罗马，也是3种不同的文化。其实我发现我听你们的节目就感觉这个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特别是我记得你们有聊一期就是父母帮忙带娃这个参与的程度啊，还有参与的形式啊，每个地方都很不一样，我记得非常有意思。那你们3个人这么不同的文化背景，除了这种碰撞出来的火花之外，有没有别的带来的困难或者是矛盾？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我们3个啊，就是总结过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3个特别不一样。其实我们讨论有一些选题的时候呢，也遇到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提出一个选题，我说咱们聊嘛，然后我的伙伴说这一期要聊的话，咱们3个的观点都一模一样，没有办法聊10分钟就聊完了，反而相同的话就没有火花了。没错。然后呢，因为我们3个生长的城市、职业上的经历，包括我们的教育背景，就是我们学的专业啦，全都不一样。而且其实我们这个闺蜜群，就是我们3个最早认识的地方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整个这个闺蜜群里10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做金融的。所以其实在很多年前，这个群对我来说是打开平行世界的一个窗口，就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而且我们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嘛。那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求同存异的，而且我自己很喜欢我们3个节目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讨论其实是没有结论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要说服对方，我们只是想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认为对这个事情有帮助，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很困惑的地方，而不是说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得到一个指向任何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吧，是我们3个非常珍惜的一点，就是我们永远不是要说服对方，而且呢，无论是在大娃还是我们对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观点，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观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非常好的一点。对，其实你们是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思路和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一个心理路程，你并不是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这就是答案，所以大家其实在听的过程中可能反而没有那种压力，或者是说我如果不同意你的观点，那我听着就很不舒服。播客本来就是声音的陪伴嘛，你是也分享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在这个人生路程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也会听播客，虽然我听的不多，但是我很喜欢的一些播客的节目，它都并不是说听完这期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说听完这期节目，它让你思考了这件事情，然后你自己去得出你想要的结论。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对方说哦，这件事情我认为你应该1、2、3、4之后就得到这个效果，那可能我就会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地方，而且哪怕这个是普世的经验，对于你自己的情况你也只能参考，所以我是蛮珍惜就我们3个的这个不同的。然后就是我们选题的时候，就是一般都会是选一些这个我觉得我们能聊出火花来，这个火花就意味着我们3个的观点肯定不一样，也算是一个心得吧，越有火花的最后聊出来的效果可能会越好。我记得我前2天在听你们最新的那期节目，就是如何跟孩子谈钱，然后里面你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做家务到底应不应该给钱。对，其实我当时很想知道一个结论，因为我有给我小孩钱，就是他做家务给他多少钱，但是一直听完你们也没有一个结论告诉我到底应不应该给。当时我们也有 reference 一本书，那本书里其实是说你应该给小朋友钱的，如果他做了家务。然后呢，我们在聊这一点之前，猫姐就问我你怎么看？然后我的看法就说是我觉得不应该给，除非是一些很特殊的家务，比如说除草，帮爸爸洗车，就是这种对，本来不是一定要做的那种。没错，或者是说除非你要请人额外花钱去做的，但如果是非常日常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应该给。然后我就问猫姐，然后猫姐说她在看这本书之前她觉得是一定要给的，所以其实最终这个决策权还是在大家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你去衡量你家里的现状，你的情况，你小朋友的情况，然后呢再去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其实尊重任何一种做法，而没有一个定论。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就是你很难真的有一个普世价值到每个人都是适合的。那你的作用本来也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你提供一个新的方法来让大家去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自己喜欢的播客也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从开播到现在，你们觉得播客这个行业，特别是你们的听众类别来说，有发生什么很明显的变化吗？或者有什么新的趋势？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播客而言，可能就是从最开始的新手父母的群体慢慢拓圈。我们也经常会收到留言说，我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小朋友，但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就是慢慢的会有更多的听众群体，然后来变成我们的粉丝，这个我们是特别特别开心的。那如果是从整个播客行业上我们观察到的，因为差不多也有快3年的时间了，就是从大 V 到身边的朋友，我觉得不仅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听播客，更是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播客。包括我原来的同事们，可能至少有5、6个人都有跟我讲过说他们想尝试去开始做播客了，男生女生都有，就感觉大家对这个行业都非常的有兴趣。那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想站在播客人的这一方去输出内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金主，越来越多的大金主、大的品牌方进驻到了播客社区。其实从小宇宙，就是你点开它的首页赞助广告，你就可以看到比如什么 Tiffany 啊、爱马仕啊、奔驰啊，很多大的品牌都已经会买这个 shelf space，
而且品牌就是给到播客渠道的整体的预算，因为我们也跟有些代理会有持续的沟通，你就会发现品牌方们对播客这个渠道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支持。那其实我们也有去了解，就是为什么播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品牌愿意去尝试，是因为你做一期节目，你跟品牌合作，其实它会是在多个渠道都有 exposure 的。比如说你录一期节目，你可以不只在一个平台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Spotify，其实你录了一期节目，你可以在多平台上去给到不同的人去听。而且呢，其实听播客的人快赶上了去看视频的人，因为看视频你还要盯着手机嘛，但是你有很多的碎片时间，或者说你不方便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包括比如你的通勤时间或者你的 downtime， 你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你都愿意去听播客，所以这个受众群体就越来越大，金主就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点我们观察到的就是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播客的社区，就是在中文播客的这个领域，无论是我们刚刚去上海参加活动的这个 CPA 中文播客社区，还有就是小宇宙自己也是一个播客的社区，那还有就是一些线下的 ecosystem 这种生态环境的形成。比如说我们3个主播快3年唯一一次3个人线下录节目就是在北京当时呢是非常好的，有一个品牌他自己应该也就是播客社区的成员，你可以注册，然后就使用他们的录音室，也是我们第一次感受了专业的设备，直到后面我们就是也终于升级到了自己也有专业的设备。那其实就是线下这个播客整个生态体系的形成，我觉得也是在我们近1年多慢慢观察到的。尤其是最近看到这些中文播客社区就组织的一些活动，你就会发现这个行业应该是未来非常大有可为的，越来越多的资源已经倾斜到这个行业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观察。对，我们也有一些听众跟我们反映，就说以前大家会比较喜欢短视频，因为它给你的速度很快，但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短视频很多都是说我给你5个步骤1 2 3 4 5这个事情解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很多的问题你并不是1 2分钟或者甚至30秒就可以讲完的事情，大家想要更多的讨论或者是 deep talk， 就是深入的去聊这个话题，那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更倾向于用播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小宇宙也是，可能一开始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大部分的人是完全不知道小宇宙这个平台，或者是说包括喜马拉雅，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听书的平台，然后像 Spotify 可能就是一个听音乐的，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具象感的。那这几年就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越来越多的听众，就是年龄层或者是说覆盖的城市也好行业也好是明显的变多了。对，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一点特别好，就是可能播客的听众们本身也是通过播客节目去做一些深度的思考，就是可能我们会需要刷短视频的时间去获得这种短暂的刺激，但是呢也需要这些可以自我放松，就是短暂逃离日常生活而去进入这个播客世界，去跟地球上的另外一个人去灵魂共振，去思考一些关于人生啊，关于读书呀，关于生活的一些话题。那这些可能就是短视频这一类的平台没有办法提供的。对，然后我发现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其实是更加注重这个短效多巴胺的阶段的。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短视频上花的时长其实是越年轻的时长都是在下降的越快，因为他们有意识去管理，对，他们认识到了短视频只能给我带来空虚感，并没有长效的这种满足，所以他们会特意的去多看一些比较长效的东西，比如说播客呀，或者看书看长视频。这个其实跟年轻人对饮食和运动的管理也是有关系嘛。对，好像说年轻人喝酒也变少了。对对对对，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好理智。是因为我觉得是他们接触的信息更多元化了，所以他们对身体健康啊，或者是说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更关注的思考，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你能够得到的渠道也是比较少的，然后他们的渠道多，然后他想的也会更多。
没错，而且刚才说到就是短视频它的特点就是短嘛，它就是几分钟就给到你一个内容，但是反而在播客领域就根据我们的一些经验，如果你跟一些品牌方去合作，有一些品牌方是明确表示他要长内容的，就是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些贴片或者是内容的定制，它不会到处出现的，它可能就是开头中间结尾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的播客内容比较短，它是不会选择你去植入的，因为他希望你本身输出的这个内容的质量和时间上都是有一定保证的，才能体现出无论你是为品牌定制还是说你是跟这个广告本身的契合，才有这个契合度，而不是说我只是写一个短的内容然后把这个广告贴上就可以了。就其实品牌方也是希望播客主是有一些深度思考，再结合品牌的特点去输出的一些内容。我们感觉到就是在播客这个领域，除了我们自己就是希望这个是经过我们深度思考输出的有质量的内容，其实品牌也是有这个要求的。是的。那我们现在聊到播客商业化，就是广告或者品牌商的一些选择，你怎么看待内容的纯粹和这个接广告这个商业之间的平衡呢？我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们在积累到小千粉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金主品牌方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当时自己有评估过，我们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后面呢，我们在慢慢摸索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3个其实对品牌合作是有一些原则的。首先就是这个品牌自身我们必须要认可，比如说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口碑非常好的品牌，或者是说我们3个人之中至少有1个人是曾经用过这个品牌的，而不能说我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去接这个合作，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最开始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做了足够的尽调，这个就是职业病了这个又是工作当中的技能用在播客上，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去了解过尽调过，然后试过样品，或者是就是有其他渠道充分了解了我们觉得靠谱的品牌，我们才会考虑合作，才会进入到去谈的这个阶段。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其实就是你在播客领域现在虽然有大的金主慢慢的进来，但是呢其实你要靠这个赚钱，我觉得素人来讲大家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因为你不太可能说就靠这个谋生，就是我能赚足够的钱够你日常花，当个零花钱可能还可以。但我们的原则就是说，除了品牌过硬，第二就是我们希望真的可以通过这个合作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一些福利，就实实在在的福利，无论是比如教育类的一些合作，希望有一些免费的试课呀，有一些折扣啊，或者是可以尝试某些品牌的产品，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听友福利给到大家的。然后第3点就是有一些赞助商的合作它是纯走量的，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前期投入，甚至说我都不需要你的节目去帮我做任何的宣传，我只想在你的私域放链接，纯走量的合作我们都是不做的。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会更希望是跟一些品牌口碑比较好又同时可以 benefit 到我们听友的品牌去合作，就是你觉得听友是真正的可以用到这个东西的对，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很喜欢用，我们是真心想推荐给大家的，这种我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就虽然我们并不是什么大 V， 但是我们3个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以后，其实有聊过，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珍惜我们的羽毛，哪怕我们并不是什么大的 IP，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长期主义的一部分吧。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属于任何的公司，就是我们3个自己嘛，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盈利的压力，也没有太大的固定支出嘛，所以就是在商业化上我们目前还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一期节目的听友他是非常想尝试播客的，我觉得在商业化上也要多去试。其实你的原则和你的想法也是在尝试的过程中，去跟品牌谈的过程中，你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我们也是摸索了一段时间，也包括怎么去谈这些条款，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就是拿到真正的福利给听友，就是你不尝试也没有办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在这里呢，我想特别谢谢一下 Emma， 就是我们当初第一个品牌联系我们的时候Emma 那个时候作为我们还不认识的情况下，就是同行之间的帮忙，又给我们很多
特别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听众你们自己也是做播客的话，是可以问一下同行的这些播客主，其实很多大家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池子里游泳，对，我们都是可以互相帮助的。我是发现这个社区大家是非常愿意互相帮助的一个状态，而且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因为这个业态非常多元嘛，就是赛道也非常的多，每一个人其实他的节目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不存在非常非常直接的竞争关系，哪怕比如都是育儿，或者比如说都是访谈类，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特色也还是很明显的，对，所以大家这个社区就是互帮互助会更多。那我们想聊回头回当妈这个节目，你对你们的节目以后就是有什么的想象或者规划吗？你们希望它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没有想太多的，因为最开始的选题也比较的充裕嘛，就是实操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先埋头干了再说，边想边学，对，边做边学，边做边学，然后边想边做。但是后面这个 Ghost Deep Talk 打开格局，突破了次元壁之后哈，再到就是近期有一些这种不限育儿话题的尝试，就得到了非常多的正反馈之后，其实我们在4季度是有一次头脑风暴，就是聊了聊未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主线，会不会有几个副的话题，然后持续延伸下去。但是我们大的这个方向就是说，还是希望我们不忘初心，就是母婴育儿的这条线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的宝宝也都在长大嘛。那肯定在这个娃成长的路上，我们也会不断的有一些观察，然后有一些新的经验、新的想法可以去分享给听友们。那另外就是新的尝试呢，一个就是这个中女时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热词，对吧？是的，对，而且就是因为再加上我们3个的年龄确实都是中女时代，所以可能我们会把这个 Girls Deep Talk 的话题也会持续的做下去，因为其实这个对我们自己的思考也是一个锻炼。其实你也要不断的观察生活才能得到灵感嘛，那一旦你脑海中有了这个方向的设定，其实你可能在你的生活中也会更加的有这个觉知，就会更关注哪一些可以变成未来你播客的选题，所以就可能育儿和女性的这个脚本我们都是想持续做下去的。而且因为现在播客行业本身也还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嘛，我觉得我们也会去观察整个这个行业哪一些新的内容、新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3个本身都愿意保持这种开放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播客也不想设限，那就是可能希望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看一看效果。你们呢？你们如果是除了访谈类、茶话会，对，我们现在其实在茶话会的这个单元里面已经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也是类似于有一些关于女生的这种 deep talk， 这个其实跟我们访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我就记得我们第1期采访的时候，那个嘉宾就有一句话是说拥抱不确定性，因为那个嘉宾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是不太那么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自从就是我们植入了这个观点以后，现在看到生活中，就是你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就你人生到这个阶段就是要拥抱不确定性。对，所以我们现在茶话会的题材里面就有很多的都是关于一些人生感悟啊，然后我们非常想聊的一些话题。所以明年呢，我们肯定是会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分享，然后加上我们现在也是在尝试视频播客，本来是明年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跟 Layla 都是属于一个想到就做的性格，所以我们今年也上了 B 站跟 YouTube 开始尝试视频。明年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想法是英文播客，太棒了！因为在香港就是会遇到很多很厉害的女性，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嘛，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普通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采访到他们，但是他们的故事也是很值得分享。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有 AI 的支持，没错，我们可以用英文做访谈，用 AI 把它弄成中文，大家都可以听到。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真的大有可为。然后刚才说到你们尝试了视频播客，其实我们也尝试了一期，简直就是大型灾难现场。其实我们尝试过，也是觉得比想的难很多，难很多。而且我感觉对设备
对你的表情管理，包括怎么打光，镜头应该放在哪。我们试了1期之后呢，当时猫姐还剪了很久，发完链接给到我们，我跟传媒说这个绝对不能发出来。难怪没有看到，我还一直期待要看到它上线。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家那种特别是国外的英文那种 YouTube 视频播客，那都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对，没错，那并不是一个小制作就可以在家完成的。但是也是因为在上海参加这个 CPA 中文社区的活动，让我了解到原来现在这些播客社区真的是可以给大家提供到非常多的你想不到的支持。比如说他们其实在国内的很多城市是有线下的 studio 的。有的我有去过，包括香港香港也有开。所以就是未来其实如果尤其是素人，就是大家没有这个资源，或者是咱们就说香港，你真的是租一个 studio，哪怕租一个会议室，其实成本都是非常可观的。那其实大家一定要多去问，多去寻找外界资源的支持，来就是 facilitate 你就是做播客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社区都可以提供这些帮助，我觉得简直是太棒了。我当时一看，哇，竟然香港也有，那改天一定要尝试一下，一定要去试一下。对，尤其是大家想感谢分享，想做视频的话，一定要试一试。那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问一下你，如果只能用一句话给其他想做播客的朋友们，特别是素人，一个重要的建议，你会说什么？我觉得向内大家就是要勇敢的开启第一步。第一次如果能做到30分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开始了，千万不要追求本来就不存在的完美。那向外就是勇敢的寻求帮助，我觉得无论是通过播客的社区、社交平台，你身边的播客人，或者是找我们都可以。那就是勇敢的发问和尝试，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活到最后最宝贵的就是回忆。那播客既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一个通道，更是我们自己向内求索、保留此刻的最好的方式。希望大家做播客做得开心。哇，感谢你，这个建议真的很好。今天非常感谢 Emma 过来跟我们分享她过去2年做播客的经验，也是分享了很多创意上的这种灵感的源泉，以及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愿景，就是播客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个非常在上升时期的行业。谢谢 Emma，下次我们就一起去看看香港这边的资源。好的，谢谢你们的邀请。谢谢，请听众朋友们也关注头回当妈。谢谢。听完刚才 Emma 的分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正能量满满。虽然 Emma 非常的谦虚，但从她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她的2个很明显的气质：金融人特有的严谨和创业者的自驱力，在她人生和事业的每一个环节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真的，他说的那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在他们身上太具象了。他们把职场里的项目管理、预期管理，甚至乙方的谈判技巧都完美的迁移到了播客制作里。我觉得本次访谈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 Emma 提到的，播客让他们从社会的剧本中跳了出来，重新找回了自我实现的路径。没错，他们从最开始朋友之间轻松的讨论育儿，到有做播客的创意，到系统性的分享育儿实操，再到后来稳中求变，开启 Girls Deep Talk， 聊多巴胺断舍离，聊屏幕时间。这种从功能性输出到精神共振的转变，其实就是一种成长、自我觉醒的过程。而且我很喜欢他提到的不设限，不一定要追求完美，但一定要勇敢开启第一步。还有 Lila 提到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对，而且他们3位主播虽然身在香港、北京、罗马3地，却能够通过高度的默契和互补的观点，在没有结论的讨论中，给听众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这种求同存异的生命力真的非常迷人。说到这里，我也在思考有哪些是我们他的下一章可以借鉴的。首先就是关于话题的边界。Emma 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育儿播客，也可以通过深度的生活观察吸引到更年轻的听众，甚至是大学生、高中生粉丝。
我们现在的节目也有在尝试一些行业访谈之外的内容，比如我们的茶话会，就专门聊一些女性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话题，让内容更具普适性，更有深度。没错，今年呢，我们打算多做几期茶话会，欢迎听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也在采访中有提到，今年我们还打算增加一些英文访谈，这也算是我们为新年立下的2个 flag， 希望各位听友们监督和督促我们哦。另外 Emma 他们关于商业化的态度也给了我一些启发，随着我们订阅量的增加，我们也开始遇到一些商业合作的机会。没有当过乙方的我和布布在这上面确实是纯的新手。Emma 提到的爱惜羽毛和为听友争取福利，以及通过专业的合同管理来保护知识产权，这些职业病其实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专业标准，我们会向他们学习。确实，最后我特别想把 Emma 送给听众们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我们每个人能活到最后，最宝贵的就是回忆。播客不仅是与世界对话的通道，更是我们保留此刻向内求索的最好方式。感谢 Emma 今天的到来，也希望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能从中找到开启你的下一章的勇气。如果你也在犹豫是否要开一档播客节目，我们的建议是做了再说，还是Laila那句话，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只要开始，哪怕只有30分，也是很棒的起点。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关注订阅他的下一章。我们的节目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 Spotify 都是同步更新，视频版本也会发布在 B 站和 YouTube。更多互动请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下期节目见。